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一个人经历的苦难越多，他就越容易变得有智慧，就越容易开悟，上天赋予的福报也会越多。如果你感觉到自己生活得很累、很苦，或者说正在经历各种苦难，接下来的影片我相信对你一定会有所帮助。身不苦则福禄不厚，心不苦则智慧不开。一个人只有在经历了大苦大难之后，整个身心被洗涤之后，才会开悟，才会开始变得有大智慧。比如说，经历过一次生离死别，就更能看透生死；经历过一次背叛，就更容易释怀人情世故；错过一个人，就更能从容地面对感情；经历过一个重大的人生挫折，更容易大彻大悟。没有人会比经历过重大创伤的人更懂得苦难的含义，也没有人比在痛苦中重生的人更懂得笑对人生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渡劫。无论是仙还是人，都有自己的劫，躲不过，逃不开，只能自己去渡。你越是逃避，未来面临的危机就越大；你越是主动出击，将来的成就与财富也越大。一个人身居红尘，却从容淡定，你可别以为是他天性使然，或者生活顺遂才会这样。恰恰相反，他可能曾经在泥土中爬行，在高峰处跌落，才会有今天的心态。一个人小时候备受宠爱，长大了丰衣足食，从来没有经历过坎坷，这样平稳的一生，人人都羡慕。然而月盈则蚀，天地盈虚，而况乎人乎？这样的人一旦遭遇不测，就可能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世间很公平，越能忍耐痛苦，上天奖赏越多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一个成功的人命运大多比较坎坷，不顶千里浪，哪来万斤鱼？苦难所磨练出来的那种应对能力，那种睿智豁达，确实是人的魅力所在，也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保护色。苦尝起来很涩，可它经过岁月的打磨之后，你才知道它是有回甘的。你会庆幸当时的一切都没有白受，一切都值得。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受苦难，在评论区打上加油2个字，为自己，也为同路人。道德经当中，老子说蛙则盈，彼则新，必是低洼，反能有水流进去，老旧到极致，反而能焕发新生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种哲学思维，叫做物极必反。撒哈拉沙漠曾经是绿洲，青藏高原曾经是海洋，宇宙分合，朝代更迭无不在说明这个道理。所以说，过度的安稳也是一种折磨。我们要学会躲避享乐背后的陷阱，不要把自己圈养在舒适圈。顺境时不要得意忘形，低谷中也不要垂头丧气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渡完你的劫，福报和好运就会来。人在走大运之前呢，把你那些该渡的劫，该磨的难都经历过了，那么你人生的福气就来了。人活一世，渡劫一生，
凡是来磨难你的，他必定是来度你的。你只有经过劫难的洗礼，你才能够生发大智慧，你的人生才能够真正的脱胎换骨的。那劫度完了，福不就来了吗？如果你正在经历这其中的一种或几种，那我要恭喜你，因为你快要走运了。穷苦之劫。老话常说，人穷熬一时，心穷毁一生。一个人最可怕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，而是内心的贫穷。内心贫穷的人心胸狭隘，总是爱占便宜，生怕自己吃了亏。这样的人必定一生贫瘠荒芜。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一对老夫妻，他们的孩子从小身患重病，病情恶化后需要换肾，但是他们支付不起巨额的医疗费，于是他们向当地的富商求助，想要让富商出资救助。乐善好施的富商查证了此事后，答应了他们的请求，愿意出钱救助，并且承诺后续一系列的治疗费用都由他承担。经过换肾手术后的孩子恢复得非常健康，但这对老夫妻不仅不懂得感恩，甚至更加无底线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又找到医生，要求开一个孩子还需深度治疗的证明，好向富商再度要钱。医生听到此事后十分生气，立马把真相告诉给富商。富商知道后却淡然说道，就是因为他们贪得无厌，才会给孩子带来无穷的灾祸。太上感应篇所说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心穷之人总是好高骛远，贪得无厌，只懂得一味的索取，这样的人注定无药可救。所谓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一个人处境越是艰难，越要坚韧不拔，坚守德行和节操。只有内心富足，才能广结善缘，迎来富贵，人生才会越来越顺遂。失败之劫。佛说，一切逆境均是助你上进的增上缘。命运跌宕本是常态，起起落落，难免被拽入低谷。而一个人对待低谷的态度，也决定着他人生的高度。人生之不如意十有八九，求而不得才是常态。曾国藩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，好汉大脱牙，喝血吞，听上去平淡无奇，可映射在他的个人经历上，我们就知道有多难。尽管曾国藩后来被称作半个圣人，但他的资质相当平庸。从14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，接连考了7次才考中秀才。在京城做官时，一身乡巴佬气质的他，被京城里的权贵骂得体无完肤，连死的心都有了。组建湘军团练与太平军作战时，他接连在长沙、岳州、湖口被太平军打得血本无归，3次自杀未遂。他这大半生的经验总结起来就4个字：屡败屡战。
但就是靠着这股毅力，他成了最后的赢家。3. 执念之解。南怀瑾说：3000年读史，不外功名利禄，9万里悟道，终归诗酒田园。以执着心对无常事，是痛苦的根源。生活中的大多数烦恼，都源自心里的画地为牢，看不开，看不透。纵然是曾国藩这样的处世高人，也免不了有看不透的时候。40岁以前的他，像极了在人情社会挣扎的普通人。他性格傲慢内向，刚到京城做官时，能和人隔桌互对。他情商极低，出言不逊好出风头，被同僚怒批不会做人，甚至到了见面互掐的地步。他莽撞而不自知，凭着一腔热血向咸丰皇帝进言，却被罢免兵权整整1年。就连他写信向家里人诉苦，劝慰弟弟们好学上进，也被嫌弃成矫情纠缠，又臭又长。借用一部电影中的台词：不要高估2年内的自己，也不要低估10年后的自己。真正的智者永远不会将认知局限于眼前的一方小天地。经过1年的反省，曾国藩恍然大悟，自己所遭遇的种种不顺，并不是上级苛求，同僚善妒，兄弟不求上进，自己如此苛求别人，何尝不是急于求成呢？他后来将这段经历总结进了文集里。自从丁巳戊午大会大悟之后，乃至自己全无本领，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，与40岁前迥不相同。从41岁那年开始，见过他的人都惊奇地发现，曾国藩似乎脱胎换骨了。他变得和气、谦虚、敦厚了，凡事看开、看淡，不以荣辱动心，不因得失计较。这是一种智慧，也是一种成熟。4. 贪欲之解。法华经云：诸苦所因，贪欲为本。一念贪心，若无法及时觉察，贪念转增，伴随而来的就是无量的苦难。曾国藩本人修身养性口碑甚高，其麾下的数十万湘军也是当时最有实力的团练武装，这不禁让人怀疑他是否有自立为帝的野心。据传言，忠王李秀成被俘后，曾向曾国藩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十万余部队拥戴曾国藩为帝，而且在湘军内部，胡林翼、左宗棠、曾国荃等人都曾劝过曾国藩自立为帝。攻克安庆后，湘军将领建议以盛宴相贺，曾国藩不许，只准众将以贺联相赠。有个叫李元度的将领最先献联：王侯无种，帝王有真。曾国藩见状后，将李元度训斥一通，随即将贺联撕毁。曾国藩60岁寿诞时，湖北巡抚胡林翼来贺，一番交谈后，胡林翼在书案上写了这样一句话：东南半壁无主，我以其有益乎？曾国藩回赠他出一副对联：倚天照海花无数，流水高山心自知。
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无意自立的想法。而在此之前，朝廷对曾国藩也起了疑心。慈禧太后重用李鸿章为首的淮军制约曾国藩，正是曾国藩在皇权面前保持住了人间清醒，才有了日后誉满天下的曾氏名门。欲望面前不被诱惑，浮华万象中保持清醒，赞誉吹捧中保持理性，是一个人能够走向高处的原因。5. 病恶之结。有研究表明，世上90%的疾病都与自身的情绪有关。正如《黄帝内经》中所说，怒伤肝，喜伤心，忧伤肺，思伤脾，恐伤肾。坏心情是一切病症的源头。央视著名主持人朱迅，风光亮丽的背后隐藏的是无数的辛酸和苦痛。在他事业蒸蒸日上时，却被查出患有甲状腺癌，但他面对疾病坚强不屈，与病魔作抗争，最终用乐观豁达的心态战胜了病魔，最后活力满满地站在了舞台上。他曾说，笑可治百病，人生该来的一定来，要走的留不住，一切皆在自身。任何时候保持乐观的心态才是最重要，因为能治愈你的只有你自己。常言道，心宽一寸，病退一丈，相由心生，病从心起。放宽心态，身体自然就好了。人到中年，养心才是惜命最好的方式。少思少虑，才会自在轻松，心情舒畅，才能健康长寿。经云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人生其实是一场修行，一切的劫难都是在消灾，只有内心富足，不畏失败，放下执念，少思少虑，才能修得福报。6. 生死之劫。生命本身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别离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不可避免地遭遇病痛和死亡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该如何学会面对。曾国藩兄弟5人，身为长兄的他，非常注重对4个弟弟的培养，经常写信传授他们处世修身之道，希望他们能各自崭露头角。只是天不遂人愿，还未待曾国藩功成名就，二弟曾国华和小弟曾国宝就离他而去了。兄弟中天分最高的曾国华性格偏狭，与曾国藩关系一度颇为紧张，但得知大哥被太平军围困在江西后，从没有带过兵的他毅然领军前去救援。会面后，兄弟俩抱头痛哭，自此冰释前嫌。1858年，在安徽三河镇，曾国华所属的军团被太平军围困，落得全军覆没。噩耗传来，曾国藩悲痛欲绝，几近吐血而亡。小弟曾国宝性情柔弱顺从，对大哥很是崇拜，平时经常翻开曾国藩写给他的书信。在曾国藩的影响下，曾国宝谦虚好学，在治军方面颇有成就。1862年，湘军围攻天津时，
曾国宝亲临一线日夜督战，最终因感染瘟疫病故，时年33岁。此时的曾国藩心中已经没有了失去二弟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，更多的是超脱和淡然。那些经历过至亲逝去的人，终究会明白生命是何等的脆弱，人间有数，生命无常，这才是世界上最残酷的真相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想知道人为什么会有劫难，又该如何化解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。一、劫难是如何产生的？文子，自然有12月运行，周而复始，意思是天地转了一圈又一圈，一次又一次的循环。其表达的思想为，世界是按照极其漫长的时间周期周而复始的永恒循环。这个周期因为过于漫长而实际上无法预测，但又不是完全确定的。在这个永恒循环的过程中，世上的一切，包括我们每个人以及我们一生中的每个细节，都已经并且将要无数次地按照完全相同的样子重现，绝不会有丝毫改变。常听人说，人要度过多少一劫才能成仙，更有在深山修炼的各种仙渡天劫升仙之说。人生在世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生活中困难无处不在，而面临生死之类的大难，往往被人称为劫难。幸免于难者，称为逃过一劫。道教认为，所谓劫难，即指灾难、祸患。可是，为什么会有劫难呢？劫难的产生，往往源于宿世积累的孽缘。我们常常讲，前世积累何种缘，今生即承受何种果报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真实不虚。只是任何一种缘都有一个积累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还会不断积累各种缘分，然后慢慢次第成熟。善缘的结果是福报，恶缘的结果便是恶报。因为曾结了各种缘，我们的人生便充满了悲欢离合、爱恨情仇、生离死别。在很多人看来，这才是人生。没错，在人道之中，这就是人生。所以，如果不加以改变，也许我们会在人道中轮回，该来的还是来，该承受的还得承受，永无止境。可是，从人道的思维出发，如果一个人承受了太多的劫难，特别是一个已经开始修行的人，不但未见到修行的好处，反而还要应对一系列的磨难，难免会惴惴不安，愤愤不平，然后开始质问：前世的事情我如何知道？这样无端承受磨难，对这一世的自己来说，岂不是不公平？这种疑问很多人都有过，然而却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我们唯一能改变的，只有未来的结局。二，人身难得，中土难生。北斗经有云：众生暂假因缘，坠于地狱，委无定故，罪孽牵缠，魂系阴司，受苦满足。人道将为，生居畜兽之中，或生禽虫之属，转乖人道，难复人身。如此沉沦，
不自知觉，唯先是迷真之故。从经文的字面意思看，众生只是暂时凭借因缘，或者坠于地狱，或者生居畜兽，或者或生禽虫，原因就是未无定故，罪孽牵缠，魂系阴司。简单的说，众生的生死和是不是能投生为人，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阴魂由阴司掌握，因为罪孽的牵缠，可能会坠入地狱，或者投生畜生和禽虫，以至于难复人身，转世背离人道，自然难复人身，以至于沉沦而不自知觉。其原因便是先是迷真。如此可见，老君所宣说的人身难得，实际上劝解众生依一行道，不为真性，不入邪见。又云众生一劫飘尘，周回生死，生在中华，或生夷狄之中，或生蛮戎之内。人身本来就难得，但是得到人身之后呢，有的生在中华，有的出生在夷狄、蛮戎。中土难生的原因，不仅仅是夷狄、蛮戎和中华的地利之变，更重要，众生凭道生，无道之乡的众生有灾有患，不知解谢之门，其福其生，莫晓皈依之路。何况心修至道，渐入仙宗，永离轮回，超生成道呢？而这些正是也是正法难遇的原因之一。三，为什么会有劫难？能脱胎为人是多是积功累德所得的福报。然而天道讲究不枉不纵，绝不会亏待任何一个虔诚修行的人，也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恶贯满盈的人，这样才能彰显天道的公平与公正。然而在六道之中，唯有人道众生拥有较好的修行契机，其具有道性，人居天地之间，不上不下，往上则可成仙成神，往下则可为畜为鬼。作为人道众生，为了不坠入畜道和鬼道，必须力争上游，尽量积功累德。然而能顿悟这些的，往往是拥有大智慧的人。人的身上具有道性，道性盛则越能修成正果。同时人的身上也有很多魔性，魔性盛则堕入魔道或畜道或鬼道，而人就在道性和魔性之间保持平衡。这一天平稍有倾斜，其结果就截然不同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很多人忘记了自己身上的道性，终其一生也未曾将其挖掘出来并发扬光大。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内心深处有阴暗邪恶的一面，因此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平衡自己，防止被魔性占据，而并未悟到道性在平衡过程中的作用。不过这样并没有什么不对，正如北斗经中所讲，即便在人道之中，也很难遇到正法，因此没有机缘领悟修行的终极意义。这一点已经很好了，至少不被魔所成，也能修成良民。如果不慎为魔为胜，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魔道是千变万化的，任何能影响我们的七情六欲的因素
均来自于魔道，如艳丽的女子、占便宜的机会、黄赌毒的风气、令人急躁的场景等等，均是魔道众生所设置的障碍。他们时而华丽奢靡，时而温婉诱人，最易令人迷失自我，从而中了魔道众生的圈套。魔道众生最喜欢披着正道的外衣，呈现令人向往的场景，从而使人乱了心性。因此很多时候，若非拥有大智慧者，不可认清其真相。真正修行之人，心如明镜，寂然不动，他们已无分别心，放下一切，甚至连修成大道的心都没有，不执着于任何念想，唯求内心空虚清净。若真的清净了，你就修成了大道。这样，当我们再回到劫难的话题时，一切似乎已经很清楚了。天尊一直在教导我们要勤加修行，才能真正离苦得乐。人生就是一种修行，只是累世修行之人能遇到善缘，所以积累的功德也多，其福报也大。而那些依然经受磨难之人，累世修行功夫不够，积累功德不多，故而显得福薄命浅而已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越来越好。愿你苦尽甘来，一切如常所愿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